Hello， 小伙伴，800万粉丝 QA 啊！今天这只干真事儿啊，只干真的啊，来真的。晚年退休以后会出煎饼摊吗？煎饼摊的名字也叫画饼。加蛋12啊，不加蛋10块。看什么充电视频？吃个煎饼果子多实在。要不要辣？说你了，要不要辣？第一个问题叫预算是如何规划的？感觉每次拍摄花销都巨大。这个人叫六纯成理，就是今年1月到今年6月底这半年，我们差旅成本，出去拍摄的差旅成本前后一共大概花了580万。这个韩国这些都还没算啊。这个预算呢，就是做一个基本预算，大概比如说要出差多久。除了这些之外呢，那很多的花销呢就都是计划外的开支。因为一开始拍摄的时候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的。比如说我们当时拍永恩啊，拍到后期了，这永恩信任我们了，这给我们说啊要到他妈妈的忌日了。那这些都是临时会增加我们出差天数的。小花刷小红书。上面突然提到说，在仁川地区有巫师把麦克阿瑟当作神。Hello， 我是丑丑，负责的是海外制片的工作。因为我们拍纪录片，所以我们的那个拍摄日程跟预算非常难计划。我们就临时改计划去仁川找巫师，做本地协调的一些 fixer 和制片人，就是经常会问我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拍。几乎在每个国家吧，本地制片可能中间都会撂一次挑子，就是不干，不想干了。然后你那个时候你就要去安抚他们。整个一套下来，他们收了我们800万韩元，等于4万块钱。但我最终只用了1分钟素材。1分钟4万块。对，1分半吧，差不多。所以它就是这样一个不确定的这么一个过程。当然了，我觉得这也是纪实的魅力吧。因为你如果要做纪实类的节目的话，你就很难说我一开始我就做好预算、做好规划，然后啪啪啪就拍完。也包括我们近期正在拍摄的日本啊，在这个冲绳的相关节目，那也是本来说一趟7天搞完后来拍了10几天，10几天之后又去了第2趟。又拍了7天，然后马上又要去第3趟，还得再拍个4、5天。第二个问题叫我怪兽先生说，读到我让 Team 来回答 QA， 哪个 Team 啊？你好，我是 Tim， 很高兴来回答 QA。阿次了魏魏，能不能让叔帮我们选一张他最喜欢的照片当外卖头像？这个故事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在网上看见过。有的女生可能会觉得，会不安全，或者小朋友觉得不安全，于是他们会把外卖头像设置成丙叔的头，这个剽悍的外观一眼看上去就不好欺负，所以会让他们更安心一点。所以我来帮忙选一下啊，哪一张图最合适呢？你看我有这张，有这张。有这张，有这张，我个人觉得最体现这种感觉的应该是这张。我觉得这张图非常适合用来做外卖的头像。有了这张图当头像，谁敢欺负你？而且我觉得应该再加上一句话写在你的签名里面，继续叠个 buff 你就这样写：年轻的时候不懂事，犯过一些错，感谢社会给我第2次生命和机会。配上这个头像，谁敢欺负你 ？Team 去了我，不就是他妈吗？对吧？所以说这个 Team 的至高境界无我的时候就是他妈好吃懒做的灵感说祝贺突破了830万粉丝，想了解下视频道目前的人员配置扩充到多少人了，除了经常出镜的小花、稳重、颜值等，想看看那些为了高质量视频默默付出的同事。这我们今年以来其实一直在招人，我们最近还想给稳重再单独招一个运营然后呢这个可能也想给稳重再单独招一个稳重
后续呢，我们其实也想再把我们现在的这些业务模块呢再深化一些啊，然后呢再让更多的同事进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希望把电商板块，还有像稳重的这个板块，还有像开袋计时这些板块，全都这个配齐人马，配齐人马之后呢，让大家独立运营，然后呢可以去做更专业的事情。哎，稳重，你今儿是来干嘛的？那么感谢小张的邀请，现在我带大家看一眼时频道现在的团队是什么样的。鸡蛋饼与奶黄包问说，这个团队的小伙伴觉得充电节目里拍的最对味的是哪一期？理由是，这问的是小伙伴，没问我。好，现在来到的是我们的2号摄影头啊，我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兄弟账号，比我小，但是终究会超过我的开袋计时。要这个效果吗？帮编导都帮震惊我发现了。Hello， 我是要做自我介绍吗？这我应该怎么说？你教一下我。然后坐我旁边的是安老师。大家好，我是阿如闹。你就是个臭卖鱼的。我感觉我们部门的人都比较社恐。Hello， 大家好，我是开袋计时的导演47。事情是这样子的，我这会儿正准备出发去东北调研，但是呢，子潇非得让我今天给他录一条 Q&A， 所以我就只能在机场录了，真的很社死。我是王泽伟，然后负责开袋计时的一些项目，还有吗？你说的是实话。还要介绍图哥吗？我叫贺某，主要负责开袋计时的策划工作吧。差不多就是这些。大家好，我是那个开袋计时的编导佳宇，然后我们现在去往武当山道观的路上，想去拍一下那边正在修仙的外国朋友们。你最喜欢的团队内的充电节目是哪期？我喜欢不充电的开袋计时。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泰国那一期。我之前是迷失东京，但是首尔的夏天出来之后，觉得首尔的夏天风适合，做的那种叙事平静而克制，展现了很多女性温柔而坚毅的力量。首尔的夏天，因为我觉得他拍出了那个女性身上的温柔跟坚韧吧，挺好的。还有什么？我印象比较深的吧，应该是迦南孤儿。最喜欢的不是充电节目，是穿越新大陆乌斯怀亚那一集，因为觉得像很燃的公路片。最喜欢的一款充电节目应该叫做《神鬼传奇》。迷失东京吧，就是你还记得那个迷失东京里面有一个戴耐克帽子的老头，就是这个老头和我看到的那些日本街拍，就和我印象里面的日本是有重合的地方。迷失东京，因为我比较喜欢日本的一些饮食，还有他们的文化、动漫这些的，特别感兴趣。大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这个节目啊发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啊。然后我再多说一句，就其实啊，时频道这拍了这7、8年了，我也有一集我是特别喜欢的，就是在铁岭啊，然后跟那个孙师傅开火车那一集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集。所以2026年的时候呢，我还在想我们要不要重新去好好拍一拍东北。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东北那个系列啊，东北那系列里面，这个有一集2人转，那个是颜真心中永远的痛，就是他觉得他那集拍的巨牛逼，完了之后但是数据很差。2人转就不说了啊，不说了，老生常谈。抛开2人转那集和阿勒泰那集，我觉得南宁那个是比较好的，比较有生活味儿的。而且就是属于那种在纪实中寻找电影感的那种。现在迎来了我身边的同事，我们后期部的同学。镜头给过来。Hello， 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小尹老师啊。小尹老师呢，我们这边给他的这个头衔是人间喜剧2代目，
然后我们刚刚在聊这个时候呢，他跟我说了一句说，2代目这个东西呢，得在1代目死了之后掐一掐。小云老师是我司高达领域的达人，非常了解。就我们公司的一个位置上有一架高达，那是哪个来着？那是那个维达尔 MG 的。对，那个是他背着他老婆在公司拼的。这期视频的后期，肖老师。Hello， 好惨重庆这期的片头也是他剪的。就如果大家看过这一集的话，就能看出来他个人的非常明显的一个风格，就比较跳脱一些。标签是后期组的协修杠协修。这个人啊，我经常看他下午4点到公司，然后凌晨再走。所以我要改正这个事情，我不能跟稳重成为同一样的人。你成年了吗？其实还差2年。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出镜的一位后期老师。Hello， 大家好，波仔这边，我们后期给他定的一个基调啊，神速力的化身。神速力的化身，我是不是可以封神了？差不多的意思。然后中烟的斯必德，国庆这段时间，国庆前、国庆后到现在出了几个片子。先是在剪相扑、产品动态、产品预告啊，然后剪了一个短片子，但后面那个新歌改了一会儿，12夏天的预告。一段时间内剪了1、2、3、4、5小6个片子，差不多。Hello， 欢迎来到稳重一点。把这边拉过去介绍一下，这是视频道的姐妹会成员。Hello， 大家好。这个D老师属于是视频道的万恶之源，就是第一个把吃饭故事干到3分钟的一个人。然后一帆姐姐呢，主要负责的是我的视频信号多一些，在我的微信上给她备注是稳重一点的晴天不为助，架海资金2，截图的概念神域永远地神这样一个状态。这个韦师傅呢，在我们这边呢，私下里跟他讲的就是画饼大师。咱们今天是小号的 QA， 是吧？今天咱们终于有一次荣登小号的这个频道，这个视野是非常的开阔，终于不用再稳重的那个小那个什么东西。Hello， 大家好，我是秋秋。现在我正在和我的同事佩奇在英国诺丁汉的曼斯菲尔德的一个小镇，在等我们的拍摄嘉宾，因为刚被割了，现在还在招运营和策划一个我们的小号，如果有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可以投递简历。对。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入职的同事佩奇，然后我主要负责视频道日常节目的编导工作，然后我现在和秋秋一起在英国出差。Hello， 小伙伴，我是摄影师怼怼，来自视频道。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日本东京的秋叶原，我们在拍《人间喜剧2》日本。喝了这杯咖啡，朋友们。我是视频道的摄影师小花，现在我就在我们梦开始的地方福岛。大家好，我是逍遥弟，视频道的摄影师啊，我现在在湖北荆州拍长江吃饭故事，这次来补拍一些空镜。Hello， 大家好，我是视频道目前年纪最小的新晋摄影向哲。现在是早上7点半，我正在准备和开袋纪实的编导一起去石家庄调研的路上。现在情况是这样的，这个现在我们在拍摄当下呢，摄影部都出去了，所以说国内只有南哥在。南哥之前是坐在那个机器后面，现在被拉过来了，因为之前不是，就是现在就是现在，你看您真的，我就。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现在应该是在日本，对，日本战后80年的片子，对，所以说去拍的。所以说日本这期会有2个充电啊，对，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这是公司又一个尝试，我很期待。视频到日本2级更新充电，你现在才知道啊，你还有理了，完了之后你还期待，你少期待别人，多期待自己，你他妈你更新有几个？你涨粉能到50万吗？ OK， 好，那撤。好，帅亲。问，丙叔，听说你们新装修了摄影棚，能介绍下灯光系统吗？这个我们啊，因为今年，这个开始决定好好来做电商，然后那同时呢，也是在 Team 那儿参观了，回来之后啊，这个深受感触。还是决定那么自己来花钱在广庄这边租一个棚，为啥呢？因为我们觉得，
既然要做 reaction 就好好做啊，所以说我们当时为了这么一个事儿，就把这个棚给租下了，所以我们就请来了一来啊，来给我们进行了灯光改造，搭建了一整套智能照明系统。这每次走到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啊，来到这个棚里，抬头看着这些灯光，我就想起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就记得那会儿我们班学习最差的那个同学，他的铅笔盒是忍者神龟那个样子，那时候我们觉得可洋气了。然后再低头看见像操作直播的这些同事，就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操，这完全反的，我连上下左右我都分不清了，你知道吗？怎么倒着的？因为我刚不知道按到什么，又给倒着过去了。不是你会有带这儿的？哎，怎么飞了？就老想扣他们年终奖。后来呢，那么在实际的操作中会发现，就是你在外面临时租一个棚，跟你打算自己搭一个属于自己的棚，其实这里面差别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有很多事需要操心啊，就是那么一来呢，它也是在这个智能家居灯光这个行业呢，已经深耕了13年了，那么也算是非常头部的品牌。而且呢，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的 UP 主啊，他们的家里或者工作室都会用易来灯，那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易来这个产品。首先要夸一下易来的定制灯光系统，能够适配影视级灯光需求，色温亮度都可以快速精准调节，省去每次拍摄前布灯的繁琐步骤，拍摄前期布置效率提升了至少50%以上。灯光缓开缓灭的效果非常舒适治愈，高级感十足。然后易来这套自研的无线控制系统响应快速且稳定，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其实整个影棚使用了360多个智能设备，使用无线蓝牙麦式协议控制零延迟，切换灯光非常稳定而且丝滑。来个南哥的颜色呗。哎，刚刚那个可以，其实你来个蝙蝠的颜色呗。然后这里有日常模式啊，然后有暖光模式啊，还是本地化控制，就算断网依旧能快速控制摄影棚里的所有设备。当然以上都是在摄影棚里使用，如果是小伙伴日常家庭使用就不需要那么专业，设备数大概在100个左右就够了，而且还能够通过米家、苹果等 APP 直接对这些智能产品进行智能控制啊，然后你还可以这样啊，就跟这个做这个 DJ 一样啊，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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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我们使用了一段时间，对易来这套产品还是特别满意的，好用又稳定。老实说，我也被种草了啊，这2年再攒钱，我要买套新房子啊，我就给自己家里也搞那么一套智能家居系统。这感兴趣小伙伴啊，推荐你们都看一看。剑臣兄啊说，接触了日本黑道、南美毒贩、韩国邪教，最危险的时候遇到过哪些危险？怎么保障团队安全的？有危机预案吗？这个呢，其实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拍摄之前，其实还是会做大量的工作的，包括跟当地的接触。这比如说最近我们还在这个筹划啊，可能啊，只是说可能想去这个跟我国啊接壤的东南亚某个地区去看一看啊，然后也预定了，比如说这个晚上啊有几个人几条枪。这样感觉真的好爽啊！无色 PALE 丙叔有什么特别想做，但是一直因为各种原因没做成的选题吗？想知道是怎么被否的，和以后会不会做？那比如说，这个我们想在2026年看看有没有机会带着大家再去看看切尔诺贝利啊。但是呢，因为现在切尔诺贝利地区现在是一个交战区，而且当年我们走过的像普里皮亚季那些地方呢，都已经布满了地雷了啊，现在还经常在那儿有开火。但是我还想再寻找其他的路径啊，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因为毕竟2026年呢是切尔诺贝利40周年。打赢爷爷已定稿的视频有没有哪个是比较有遗憾？遗憾的点在哪？觉得还可以更好的。洛杉矶是有遗憾的，因为今年拍的洛杉矶这集视频呢，
整个的这个拍摄的这个周期比较短，然后呢，很多的精力呢都在雅科夫身上。我觉得在遗憾呢，是指我们可能应该再去更立体的去找一些其他人，然后包括当地的移民群体啊这些的。我觉得这一点是遗憾。然后当时呢又比较匆忙，然后呢周期比较紧，所以说大概也就拍成这样。从洛杉矶之后吧，我觉得我们后面在拍充电视频的时候，也一直在尝试做一个原则，就是说，尽可能的把节奏放慢。就比如说我们在拍韩国的时候，我们在整个拍摄中，我就跟很多人都说过，说，这次拍韩国就觉得心里很踏实、很平静，哎，就静静的在这拍着，啊，就是这种静静的感觉呢，可能后面也就传递到了视频里。所以后面呢，我们在做这相关内容的时候呢，也可能会想往这个方向发展，就是说，踏下心来慢慢做。白人梦工厂看到这里，请丙叔吃根黄瓜（括号知道丙叔不爱吃肉）（括号）。读到我奖励自己一个甜甜圈。圣彼得堡那甜甜圈确实好吃。看到这条吃个饼吧。读到这儿吃一个大鸡腿，并大声说我爱吃肉。我爱吃肉。吃肉是什么？读到这儿吃片生菜吧。我知道你不爱吃肉，就一片儿。我这人浅尝辄止。黄瓜、甜甜圈、饼、鸡腿、生菜，这 team 不就是一个鸡腿堡吗？丙叔的体重。去皮了吗？我这拿这个手机呢。我还有价格。点个去皮。单价10块钱一斤，你900块钱。会说就多说点啊。我比你值钱。不要溺在水里。丙叔做完长江吃饭故事之后，会有黄河吃饭故事吗？其实呢，在上个月的时候呢，我还在想要不要做黄河吃饭故事，我还挺想做的。但是这个月的时候，我突然在想，如果长江吃饭故事做完了，再做黄河吃饭故事，好像又有点意料之中了。所以说，我们可能会再想做一些选题上的突破和变化。因为像你做这个长江这个选题的时候，我们做到长江中游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感受是说，那么我们在讲故事的这个方式上，从长江源头或者长江上游的这种来讲抵达的难度和抵达的风景，那到了中游和下游的时候去讲什么的时候，可能那只聚焦在美食或者只聚焦在当地的故事上的时候，可能都会有点淡薄。所以说这个，那在未来我们再去构建黄河吃饭故事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呢？那在除了以一个地理坐标为线索来探索这个故事的这个选项之外，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以其他的方式来做更多的故事上的尝试？那么，所以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东西。所以明年把长江吃饭故事拍完，有可能会有，也有可能会没有啊。这个如果没有的话，那一定是我们找到了更有意思的尝试选题的方式。3ULAAL 三乌拉，什么时候去埃及？想看人文了，开个4大文明系列。埃及呢其实是随时可去的，因为之前秋秋他们在埃及转机还专门去踩了个点儿。
埃及我觉得有些内容是可以做的，但是一直没做的一个原因是，我可能还想再攒一攒，所以明年下半年没准有可能会去埃及。西乙城，你看咱粉丝这名字多牛逼，西乙城，三乌拉，你看这不要溺在水里，这都是很哲学的名字。想看一下丙叔眼下现在的俄罗斯和以前的对比，什么时候安排？这个事儿应该会在26年年初安排啊，因为我最近其实周期排得非常的紧，我们还在拍日本，日本之后呢会去英国，英国之后呢可能会去东南亚啊，这个具体的还先不能透露啊，这个还在努力。那在这个中间呢，我可能会先去一趟俄罗斯。然后把明年的一些拍摄计划呢，简单的安排一下啊。对，所以其实不光大家好奇吧，可能我自己也会非常好奇，那现在的俄罗斯到底什么样？之前呢去这个贝加尔湖的时候呢，就一个感受，就是说刷不了坎了啊，啥都得用现金。其他的呢，现在这个还没有更深刻的感受啊。这次先去踩点，实在没选择。丙叔有打算做几期东南亚的吗？柬埔寨、越南、老挝这些很有话题度啊。印尼也不错，刚刚好。印尼也不错，刚刚暴动完啊，实在没选择。哎，这让你说着了。柬埔寨、越南、老挝这些我们会去做啊。这个11、12月就打算去那边看看。然后印尼呢，明年打算好好做一下，因为印尼呢又格外不一样啊，所以说明年会好好的把印尼的故事讲一下。宣3的位置，阿炳，我又来了，想看视频道团队推荐影视作品、书单、歌单之类的。看了之前的推荐，我去看了《火线》、《毒师》和《律师》了，都非常好看。对我胃口的作品啊，现在已经偏荒了，求推荐。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问我们团队这几个人啊，这大家推荐的片单啊，可能这个书单都不一样。这一直在招人嘛，这新人进来之后啊，那我基本上会要求大家一定要去看的这个几个电视剧跟电影，啊，这都是老电影了啊。像我这种巨蟹男啊，这个什么北京人在纽约啊，编辑部的故事啊，然后我会让大家去看一下甲方乙方没完没了，不见不散。和这个大腕儿啊，然后再有一些呢，就比如说像背靠背脸对脸啊，红灯停绿灯行，我基本上是推荐大家看这些电影的啊。这个一会儿呢，让鑫哥和颜值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次我推荐8部英美剧：酒色、毒药、栽赃、家暴。酒是大西洋帝国，色是堕落街传奇，毒是毒枭，药就是叫成瘾剂量。栽赃家暴，栽是最后生还者，那现在第2期也出了啊，游戏改编的，灾难片。赃是留人，这是我最近在看的啊，最近英剧，最近新出的新一季出了啊，这里面全是脏话，全是脏兮兮的东西啊，这个我非常推荐啊，留人。家说的是继承之战啊，你说它是家，其实这里面是争夺遗产啊，这个勾心斗角。这么一个应该有5季的这么一个美剧《继承之战》啊，豹这个厉害了，这是叫斯巴达克斯这个一般人劝你别看啊，是这样。我今年都没时间看电影玩游戏了，说一下对我产生过影响的电影，影像上的话，我想想，24帧。路边野餐、长江图，然后方形。调性上，是枝裕和的电影吧，看的比较多。然后最喜欢的是他的《无人知晓》。算了，我瞎推荐吧。游戏史上最牛逼的 DLC《老猎人》，血缘天下第一。然后耻辱我特别喜欢，无论是美术风格还是玩法，特别喜欢。死亡空间特别喜欢，恐怖类游戏里应该在我这是第一个死亡空间。有个剧叫《鬼入侵》，特别好，故事特别好，特别牛逼，结构特别牛逼。然后皮囊陪伴我成长的作品之一。
视频道经常到处奔波，开个箱或者翻个包呗，看看有没有什么必需品和神奇好物分享一下。我告诉你，这个必须安排啊，这个必须安排。哎呦，来，哎呀，在东京给你们拍开箱啊，这个东京的酒店是又贵又小，就只能在这个走廊跟这个卧室的这个狭小的缝里才能把这个箱子摊开，除此之外没有摊箱子的地儿。然后一般来说，我出差的话，我会带一个箱子，加一个书包，加我平时用的小钱包，就那手包。那如果说我会考虑到带西装或者各种场合的话，我可能会用2个箱子。但是现在基本上我都是1个箱子出门啊。这个我们现在拍这些视频拍的越来越不需要场合了啊，这个场合好像也不怎么待见我们。有一个笔袋，这里面就是有我平时用的各种各样的笔。各种颜色的笔，铅笔、金色的笔、蓝色的笔、黑色的笔啊，各种。然后就是这个，这个一般来讲呢，因为我抽雪茄抽了有16年了，这个看咱视频的要抽雪茄的小伙伴，我相信你们都会有一个阶段，就是啥呢？这个知道雪茄得保湿，对吧？然后呢，开始满世界的找那种雪茄保湿盒，便携雪茄保湿盒，35块钱的调料罐。下面撒一点雪松木，哎，把烟装这里头，哎，就出门带着就够了啊。这个东西，雪茄最需要的是啥？雪茄最需要的是稳定。你花个那好几百上千，你弄个什么便携雪茄保湿盒，我跟你讲，那全是骗人的。然后这个是我一般出门带的书，这个是飞机上过来的时候读完的，这个是收获，我定期会订这个收获。其实我最早的那个长安的荔枝，我就是在收获上读的。然后这个是我们未来要去拍的地方嘛，这是印尼，然后这香港，这个票夹回头我们也会出类似的，分类目，然后储存你的发票，然后同时呢，有些公款呀、钱也可以放到这里边。这是我现在用的，这是 Uncle Pie 这些，这个没上线，但是我用的还不错，这个保温杯是350毫升，然后就是泡茶什么就特别好。茶叶在这儿啊，我们的这个月光白茶，这个茶叶包装现在有个非常大的缺点，后面我们会改进，是啥呢？纸盒子太软，然后小包装呢又太脆弱，我们应该是在纸盒子之内再出一个2个小包装叠在一起的硬壳包装，这样的话就方便携带了。这个也是实践出真知啊，这个后面会改。我一般会带2个洗漱包，然后这个洗漱包是，所以就是我现在也没有找到自己特满意的洗漱包，所以后面我们得自己出一个洗漱包。这是洗牙器啊，然后我会每天坚持洗牙。这是去头屑、去头油的那个，之前给我们下单的那个，他家这个确实好用。U-Smile 的牙刷，U-Smile 的牙刷我也是一直在用，确实挺好用。然后浴花，然后还有一个是，对啊，我会自带浴花啊，浴花，然后还有小瓶的沐浴液。第2个洗漱包，这里面会有一个 Paula 的这个液体面膜，拉面的面膜和钢铁侠的面膜呢都有一个缺点，就是它贴在我脸上就只能贴这一圈，就对吧？就是它不够覆盖。但是 Paula 的液体面膜它是挤出来，它是小泡泡，它挤出这种小泡泡，它跟糊泡一样，对吧？一款香水，就是我在意大利买的一款香水。这个香水其实它是品牌是阿根廷的品牌，但这个香水的味道特别好，它是那个皮革跟雪茄的那个味道。对，哎，你闻闻。你不是自带雪茄吗？还要再来一个雪茄？你闻闻，能好闻吗？你把手拿出来，我给你。哦，闻到了。香吗？牛逼吗？雪茄味。你们俩这情商，我都花那么多钱买了，你还不如不着吧了。然后这个是我买的拉面的那个碗霜，
然后是拉面的精粹水，兰蔻的小黑瓶，我现在基本上是这一套。然后洗面奶的话，我会用这个资生堂的这个奶式。这边的话就是我带的衣服了，然后这是一个专门装内衣的一个包，就是上面是干净内衣，然后下面分层可以装脏的内衣。就这个包也还好吧，但是我也不是特满意。后面我们也会设计一款自己的这个内衣包，对。然后大概就是这样的，出门剩下的就都是我们自己的衣服了啊。我们新做的卫衣，所以我出门现在基本上穿的都是我们自己的衣服。哎，绿色的这件，所以这就是我的旅行箱了。这个我们 Uncle 派现在发展的目标就是给大家这个做设计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差旅出差好物所以说我们现在不管是做的茶叶包也好，还是这个牛肉也好，你看都是跟出行相关的。后边呢，我们也会出相关更多的这种产品看到同行的视频出来，你们是什么感受？会不会害怕后面越来越多同类视频？观众觉得可看性不高，慢慢不看了。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刚开始做的时候吧，你知道吧，就有一段这个幻觉期，就那个幻觉期的时候，就是100多万粉丝的时候，那会儿我自己觉得自己特火，但是其实人家觉得我跟傻逼一样。对，那有这么一段幻觉期。但是到现在呢，就是没有这个幻觉期了，就是并不觉得自己有多火。但是呢，好多人都说，哎，你现在火了。那我就在想那会不会有一天说自己不火了？我觉得可能不火了也是规律吧。这个事儿你是没有办法这个避免的。今天得在这儿立一个 flag， 就是啥呢？就是当有一天不火的时候吧，当我发现了我自己不太火的时候，就尽量避免那种不火还硬凑的情况不能硬蹭一定要顺其自然这个少说话。这就跟你说你女朋友问你，如果有一天我老了，你还爱我吗？你该怎么回答？或者男的问，如果有一天我没钱了，你还爱我吗？那你该怎么回答？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我们不再稀缺了，你还爱我吗？我就说你就没法问，就是你这事儿，对吧？就干点别的呗。土豆丝要不要？要。多放点高高的上次做 QA 的时候，就我们几个在那个俄餐厅，当时大家在讨论的。然后我的感受，我觉得从那会儿到现在2年多我觉得大家的想法应该也还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上次俄餐厅20几年，不错了。我记得俄餐厅当时在最后的时候，新哥说希望以后时运道会拥有一批忠实的朋友，是吧？一群知音。其实当时我说这话是有点鸡贼了，因为我知道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计划就是开始推出充电视频在这个充电视频呢，当然是需要大家志同道合来给我们充电了。我也想吧，我这2年有多大的变化呢？拍完《迷失东京》之后吧，去了很多地方，去了以色列、菲律宾、美国、韩国、泰国，还有我还去了哪儿？辉哥，还去了哪些地方来着？我们
当时和现在来比的话，我们去做充电长视频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当时我们主要还是做一些短的，可能更加偏向于美食向，然后以及风土人文向的短的 vlog 视频为主。就是我们在前期越来越知道，就是要拍到什么样的程度，有机会成片。就是这个在以前是不太有这样的感知的，但是到后来是越来越有。这2年的变化啊，被美国拒签了1次，被法国拒签了2次，只拿到了英国的2年签证，然后被日本抓了2次，去了1次警局，然后我现在就变成了一个第3国家的人。我们找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个数量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这也让我们，这2年呢，马不停蹄的做了一个又一个的，这个充电作品。泰国、刚果我没去，我没去非洲。对，欧洲还去了意大利，结果去了意大利。我又没有去那个乌兹拉美术馆，我自己没有去那个乌兹奇美术馆。乌菲齐，我既没有去成乌菲齐美术馆，又没有去成那个什么歌剧院，我就去了意大利，我就只干了一件事，我就去了那个温州人扎堆开工厂的那个普拉托3日普拉托深度游，还去了哪里来着？我们还去了。这么说来的话，当时和现在最大的区别是，视频道这个团队逐渐的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在整个自媒体行业中的一个生态位，就是我们能够发挥我们团队大家的专长，然后去提供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内容。剪完《迷失东京》，我说不会再有比《迷失东京》更难剪的片子了。然后我剪到现在发现，《迷失东京》是第2容易剪的片子，在所有充电视频里。随着视频道的发展，自己的这个身材的管理也变得日益的。你还给个特写是吧？南美你没去是吧？对，南美，对，南美，还去过世界的尽头，世界的尽头。这个玩意儿，对，小花你这太牛逼了，你的记忆力！我说你睡觉去吧。就是其实视频道从一开始做到现在这7、8年了，最早的时候就想做一个这东西好玩，然后接了第1个商单是 vivo 吧，3000块钱，然后到中间差点死了，然后又到现在。我觉得大家能一直在一起把这个内容做下去的一个原动力是，我们都希望能做出真正优质的内容来。所以说我们会照这个方向一直会努力下去。今天录这个视频是10月9号，你们这人都不知道，10月6号的晚上，中秋节晚上，我给新哥打电话。我说你今天晚上去一趟泰缅边境。我说哪儿？啊，这清迈。我说泰国啊，有个大事儿啊，你得亲自去。坐凌晨2点的飞机，然后明天晚上回来。然后新哥也没问为啥，对，他就答应了。然后他就买飞机票，他就去了。我说。不行，我得先看看机票，我得看看这个行程。丁叔说：“你不用看了，我都给你看好了啊！你坐凌晨2点的飞机啊，去曼谷，然后明天早上9点从曼谷转清迈，中午跟他们吃顿饭，下午再回来就行啊！然后我赶紧回家拿护照。然后到那之后啊，然后见一些人啊啥的，然后见完了之后就又回来了。你当时心里什么想？”心里就想着我这个
会回不来吧？啊，当时领事跟我说啊，你放心，你要是回不来啊，多少钱我都把你赎回来。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是这种状态吧，所以说这个有时候也会想啊，说这个做这个事儿不长久啊，这个尤其是家里的老人啊，这个经常会想起来也会很担心啊，说你做这在山东人眼里，我们干的这事儿都不叫正经职业啊，我们现在干这个活儿就跟这个二流子呀，然后这个车匪路霸呀，可能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比车匪路霸会拍视频啊，所以这在山东人的眼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事情。但是，我们依然觉得我们在做的是有价值的事情，尤其是在现在，这个100年未有之大变局，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用我们自己的镜头，能让大家有这么一个契机，能重新去看这个世界，而且呢，我们想干这件事儿的时候，在这个当时当下，我们又有那么多粉丝支持，然后也有这个钱，能干这件事儿。那我觉得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可能就是我们命中注定要去做的使命。不管10年之后这个账号这是可以说的吗？就不管这个账号还在不在，或者说它发展成了怎么样一种形态，我希望就是对我个人而言，或者说对于其他人而言，希望他们提到10频道这3个字的时候，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在做内容，非常棒的一个纪录片自媒体。我个人是比较想尝试拍一些自然类的片子，就是比如说我特别想拍非洲那边一些关于人类起源的一些片子啊。希望下一次我能去一些更好的发达国家啊，让他见识见识，中国无产阶级共产党的党性。Yes。现在的话又来到福岛的话，希望可以再跨一步上去吧。然后再把稳定器给进海水了，再买个稳定器，是不是？那不行的，那不行。交给你吧。将来咱们的形式是继续充电，还是说我们有其他的？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形式啊，这个也许会，这个跟现在不太一样啊，还是要拭目以待。所以我们会坚持把这个事儿做好。那至于未来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只能是说，这个我们坚持做我们想做的事儿，我们坚持做我们有价值的事情。这个就只能是但行好事啊，这个莫问前程。